炒丝瓜切记不要焯水和直接下锅炒。今天教你技巧，丝瓜鲜嫩不出水，营养不流失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有的朋友丝瓜切完直接丢锅里，铁锅一加热，丝瓜里的分类物质立马氧化变黑，活像在锅里挖煤。而焯水更不靠谱，有人学炒青菜先焯水，结果丝瓜的鲜味全跑汤里了，捞出来软趴趴的，炒完跟隔夜菜似的。今天就教你避开雷区，炒出鲜嫩不黑的丝瓜。选丝瓜时优先挑选表皮光滑、捏起来稍硬的，这样的丝瓜水分足，纤维嫩。削皮时不用追求全白，用刀背轻轻刮去表面内层薄薄的老皮就行，保留一点青绿色的内皮。这样处理不仅能减少营养流失，炒出来的丝瓜呢还带着淡淡的清香，口感呢也会更脆嫩，不会一炒就软塌塌。头部连接藤蔓的地方可能带着硬蒂，尾部如果有点烟或纤维化，用刀轻轻切掉一小段，只保留中间最鲜嫩的部分。处理好头尾后，把丝瓜放入清水中快速漂洗，冲掉表面残留的皮屑和杂质。控干表面水分的丝瓜呢，放到菜板上，咱们来切滚刀块。左手扶稳丝瓜，右手拿刀从头部开始，刀身微微倾斜，一边切一边轻轻滚动丝瓜。这样切出来的块大小均匀，每块呢都带着自然的弧度，不仅受热更均匀，炒的时候呢也更容易刮上汤汁入味。注意别切得太小太薄，不然炒的时候容易碎。切好别急着下锅，立刻放入盆中，加入少许的白醋，再倒入能没过丝瓜的清水，搅拌均匀后浸泡5分钟。白醋的酸性可以抑制丝瓜中的氧化酶活性，有效防止丝瓜接触空气后变黄，还能让丝瓜的口感更紧实，炒完依然翠绿爽脆。这点对颜值和口感呢都很重要。接下来选一个新鲜的红彩椒，先去掉蒂部，对半切开后挖掉中间的籽和白色筋膜，这些筋膜容易有涩味。然后呢，切成和丝瓜大小相近的菱形块。红配绿不仅颜值高，还能增加清爽的口感。切好的红椒先放一边。接下来准备3-4瓣大蒜，先拍扁再剁成蒜末。拍过的大蒜香味更容易释放，炒的时候爆香蒜末，能让整道菜香味翻倍。装入盘中备用。2根小葱洗净后，葱白和葱叶分开处理，葱白切成细细的葱花，用来炝锅蒸香。葱叶切成小段，留到最后出锅前撒上，增加清新的葱香，层次更丰富。分别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来准备一个小碗调料汁，这是让味道均匀裹在食材上的关键。加入少许食盐，根据食材用量来，1小勺鸡精，撒上一点点白胡椒粉，增香提鲜，去腥增味，用量别多，免得抢味。1勺玉米淀粉，淀粉能让汤汁浓稠挂住食材。最后倒入半碗清水，用筷子充分搅拌至淀粉完全溶解，没有颗粒感。料汁提前调好备用，避免炒菜时手忙脚乱。取2到3个新鲜鸡蛋打入碗中，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搅打，直到蛋液表面出现细腻的泡沫，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呢会更蓬松软嫩，口感不柴。搅好后放一旁备用。浸泡好的丝瓜抓拌抓拌，
从白醋水中捞出，沥干表面的水分后放入碗中，加小半勺食用油抓拌均匀。作用是在丝瓜表面呢形成一层油膜，既能锁住水分，防止蒸制时过软，又能避免丝瓜蒸后粘连，保持块状完整。随后将丝瓜放入刚烧开的蒸锅中屉，大火蒸3分钟，至边缘微软带脆感即可关火。蒸至可缩短后续炒制时间，防止丝瓜久炒发黄，保持鲜嫩口感和水分。这时就可以关火取出了。如果蒸太久，丝瓜呢会失去脆劲。锅中放油，烧至6成热，倒入蛋液，等蛋液底部凝固后，用铲子快速划散，炒成大小均匀的大块鸡蛋碎。喜欢嫩一点的就少炒几秒，喜欢焦香口感的可以多炒一会儿。盛出备用。炒完鸡蛋后，锅底留少许底油，烧至5成热时放入蒜末和葱白，小火快速翻炒10秒，闻到浓郁的蒜香和葱香就停，千万别炒到蒜末发黄发苦，香味会大打折扣。接着倒入蒸好的丝瓜和红椒块，转大火快速翻炒1分钟，让丝瓜表面的水汽稍微蒸发，同时红椒的清香融入丝瓜中，注意翻炒时动作要轻。倒入炒好的鸡蛋块，用铲子轻轻推匀，让鸡蛋和丝瓜、红椒混合均匀，继续翻炒半分钟。此时沿锅边淋入调好的料汁，撒上翠绿的葱叶段，用铲子快速滑炒，让料汁均匀裹在食材上，最后再翻炒10秒。看到料汁收至浓稠，能饱饱地挂在丝瓜表面，锅底没有多余的汤汁，红椒边缘微微变软，但还带着脆感，整个菜颜色鲜亮，香味扑鼻，就可以关火盛盘了。这样炒出来的丝瓜既有蒸制锁住的水润嫩感，又带着大火快炒的焦香锅气，鸡蛋蓬松的像云朵，吸足了汤汁的鲜，红椒的清甜刚好中和了油腻，每一口都脆嫩多汁，连盆底的汤汁拌米饭都能让人多吃半碗。我是乐乐妈，今天这个让丝瓜脆粒不软塌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？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要试试，清爽又下饭。喜欢这道菜就点赞收藏，别忘了分享给爱做饭的朋友呀。关注我，下期继续分享简单又好吃的家常菜谱，咱们下期再见啦。